衙门口朝南开，有理无钱你莫进来啊！最近呢，我们说这个郭文贵这个华人中最大的骗子，老说这个美国的司法腐败来着，是吧？今天呢，中国的司法也爆出了重大的丑闻啊！可见呢，人性无论在哪种制度下缺乏监督啊，都会堕落的。中国的司法界可以说是这回啊，这个丑闻应该讲是对中国的司法声誉是一次重大的打击。中国的网友们和中国的官媒、中国的央媒全都震惊了。没想到中国的基层司法的官员是如此的下流，如此的无耻，如此的腐败。那到底怎么回事呢？河北邯郸啊，有一个这个法院的执行庭。各位，什么叫做法院执行庭呢？就是中国的司法系统里边啊，如果你判决得不到执行的时候，强制执行，你就得去找这个执行庭啊。你比如说，你打官司判你赢了，但是对方呢，他就是不给你钱，怎么办啊？就是你要向法院请求执行他的财产。哎，这个执行庭有很大的权力。有一位呢40多岁的风韵犹存的一位女当事人啊，在好多年前，好像我看那个报道是2019年的时候，他就打赢了一场官司。他是做工程的啊，别人欠他2000万元的工程款，他当时就打赢官司了。这个打赢官司，但是对方呢拒不还钱，所以这个事情呢就归了当地的执行那个法院。哎，执行法院的这个执行庭的厅长是吧？啊，这个人你大伙儿看看啊，大伙儿看看啊，河北邯郸丛台区法院执行局的局长郭洪波深夜向女当事人索贿骚扰，一是要钱啊，说妹妹给整点钱花吧，哥缺钱啊；二是帮着当地的法院院长拉皮条。哎，上面这个就是电话录音里的那个郭洪波，下面就这个他那个法院的院长。院长挺爱你的，周哥，我一般挺爱你的。看你长漂亮吧，副院长挺喜欢你，你把握好，多给点，我这人马手钱，这要不给我送，不理你了。要钱拉皮条，这是中国基层法院的法官啊！2000万，如果你去让他执行去的话，他得收你多少钱呢？这个事儿，那个女当事人把他爆出来以后，立刻在中国的网络上就全炸了。中国的网络从来对这些这个腐败的这些事情不藏着掖着的，立刻就上了中国的热搜了，网友们全炸了。这位呢，这个女当事人42岁的叫武丽娜，她说呢，她此前呢已经有多次有过被暴力对待的惨痛经历。2025年6月24号，她应法院的约到场提交举报材料，被多名法院人员围堵，限制人身自由长达3天。第3日深夜，10余名男性工作人员对他实施暴力殴打，当众撕扯扒掉他的上衣，肆意羞辱，身体多处受伤。当晚被送往邯郸市第一医院救治。武丽娜的表哥录像被强制删除。事后法院为打压其维权行为，对他处以15日的行政拘留，关押到第5天提前释放。工作人员以此为要挟，逼迫他签署不再信访、不再举报的保证书。这是中国的官媒新黄河报道的，是中国河北邯郸
这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治社会吗？这是个土匪窝吗？把这个稍微有点姿色的女当事人就扒衣服羞辱，跟那儿拘禁了好几天。我操，这确实是啊，这个让中国的网友们都惊呆了啊！说超出了他们的认知啊，这是中国的基层法院呐。邯郸中院通报女子举报执行局长骚扰索贿，不当言论录音数十，涉事局长停职。河北省邯郸市中级人民法院8月4日发布情况通报，针对网上反映丛台区人民法院执行局局长郭洪波相关问题，我院高度重视，第一时间成立专项调查组，全面进行调查核查。经初步核查，网上反映不当言论通话录音确系郭洪波本人，院党组已对郭洪波作出停职处理决定。下一步，我院将根据调查核查结果，依规依纪依法进行严肃处理。据媒体此前报道，42岁的武丽娜反映，胜诉多年执行难，以物抵债被恶意阻拦等问题，丛台区法院执行局长郭洪波通过电话进行阻拦，口头承诺帮他协调解决全部纠纷，哄骗其放弃信访。当天深夜，郭洪波主动致电，以帮他协调案件为由索要财物，称自己缺钱，让他送点钱。索贿未果后，郭洪波反复拨打电话进行低俗骚扰，数次夸赞武丽娜长得漂亮，并称冯院长喜欢你，我可以从中促成，你自己把握机会。7月23日，武丽娜向邯郸市纪委监委举报郭洪波。8月5日上午，澎湃新闻联系了邯郸市丛台区人民法院执行局局长郭洪波被指索贿骚扰事件中当事人吴女士。吴女士表示，相信政府公平公正、依法依规处理此事。据新黄河3日晚间的报道，2026年5月25日，吴女士前往邯郸市信访局反映问题。邯郸市丛台区人民法院执行局长郭洪波通过电话拦截，许诺协调案件。25日当晚，郭洪波反复拨打吴女士电话进行低俗骚扰以及索贿，此举给吴女士带来压力。8月4日凌晨0点37分，邯郸市中级人民法院就该事件发布情况通报。经初步核查，网上反映不当言论通话录音确系郭洪波本人。院党组已对郭洪波作出停职处理决定。下一步，我院将根据调查核查结果，依规依纪依法进行严肃处理。值得注意的是，该通报未提及吴女士上访事项中涉及的查封程序违法、租金被截留、优先受偿权遭无视、信访时遭暴力殴打和拘留等事项。女士表示，暂不会就此事再发表任何态度，等候结果。近日，河北邯郸丛台区法院执行局局长郭洪波言论不当问题引发关注。据多家媒体报道，今年5月25日，在邯郸市委书记公开接访日，42岁的武丽娜前往反映执行难等问题，却被郭洪波电话阻拦。郭承诺帮他解决问题，武丽娜最终放弃了信访。然而当天深夜，郭洪波主动致电武丽娜，先是以协调案件自己缺钱为由索要财物，被拒后又多次打电话进行骚扰，称武丽娜很漂亮，并称院长喜欢你，我可以从中促成，你自己把握机会等。7月23日，武丽娜向邯郸市纪委监委举报郭洪波。邯郸市中院8月4日发布情况通报称，针对网上反映郭洪波相关问题，邯郸中院成立专项调查组进行核查。经初步核查，网上反映不当言论通话录音确系郭洪波本人。院党组已对郭洪波作出停职处理决定，下一步将根据调查核查结果，依规依纪依法进行严肃处理。作为法院执行局局长，阻拦因执行难而欲信访的案件当事人，主动索贿并以低俗言语骚扰当事人，性质非常恶劣，暴露出这个人不仅素质低下，还有滥用权力以权谋私的惯性。建议相关部门查清以下几个问题：一，在武丽娜案件的执行工作中，郭洪波是否存在不作为的问题，以至于案件长久执行不到位？二，在其他案件中，郭洪波是否如对武丽娜一样存在索贿和受贿问题？三，在其他案件中，郭洪波是否存在借案件骚扰和非法侵犯当事人权利的问题？四，郭洪波电话中所称丛台法院院长喜欢武丽娜一事是否属实？是否存在院长委托郭洪波从中促成的情况？另外，由于此事涉及丛台法院院长和执行庭长，且不排除邯郸中院存在监督不力以及干部任用的问题，建议此案齐级审查，由邯郸市委或河北高院成立专项调查组。这个是中国新闻周刊呐、
连央媒都震惊了，可能这个中央都不知道这个河北基层的这些法院如此的腐败啊，那简直就成了土匪窝了。这个事情我估计啊，得一查到底。河北的司法界将来一次触及灵魂的反腐的大扫荡吧，民愤太大了，朋友们，点个订阅，下期再聊。